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现在在我家附近的奉天宫步道，现在在这边继续 Tony 开讲。今天要聊的主题是晚清时代大清帝国面对的禁改革。禁改革这个名词是1815年到1816年之间，著名学者龚自珍所提出来的一个名词。他在当时的文章里面提到一句著名的话：“与其政来者以禁改革，孰若自改革？”意思是说，与其等着别人来革命，为什么不自己先做改革呢？禁改革就是指革命。这是我今天开讲唯一的观众，他躺在这边很好奇的在观察我在讲什么。虽然他听不懂，不过还是蛮有耐心的。当时龚自珍呼吁大清帝国进行改革，当然是来自历史经验的总结。因为中国每个王朝都是创建的时候朝气蓬勃，然后成长、兴盛、繁荣，然后接着渐渐走向衰败，那最后就因为腐败而被新的政权给推翻了。所以龚自珍才会说：“与其政来者以禁改革，孰若自改革？”不过龚自珍是先知，他讲的话没人听。25年之后，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，大清帝国战败。不过当时战火只波及东南沿海，所以朝廷仍然无感。一直到10几年之后，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，1860年，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，咸丰皇帝仓皇出走，逃至热河的避暑行宫。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，大肆抢劫，大清帝国只好认输，签下合约。而当时咸丰皇帝羞愧的不敢再回到北京城了，他就让他的弟弟恭亲王奕欣来处理对外的和议。那恭亲王奕欣后来也成为大清帝国自强运动主要的领导者。1861年，因为羞愧而身心俱疲的咸丰帝在热河行宫病逝。那当时他的儿子载淳只有6岁，成为新皇帝。所以咸丰皇帝任命8位大臣作为顾命8大臣，来协助这位新皇帝。这时候，载淳的亲生母亲西太后慈禧联合恭亲王奕欣，发动辛酉政变，肃清8大臣的势力，然后由2位太后共同主政，辅佐这位小皇帝。因此，新皇帝的年号取为同治，就是两宫同治的意思。不过，当时的东太后慈安太后就是咸丰帝的正式的皇后，她对政治没有兴趣，所以就将所有的政务让西太后慈禧来处理。所以后来大清帝国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，由恭亲王奕欣开始展开洋务运动，就是所谓的自强运动。恭亲王奕欣也成为大清帝国自强运动的主要推动者。当时大清帝国积极学习西方的新知，特别着重于军事科技。1872年到1875年之间，大清帝国还先后派出4批，总共12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。在自强运动期间，大清帝国消灭了已经存在10几年的太平天国，又平定捻乱，而被称为同治中兴。随后在光绪年代清法战争期间，在越南及台湾战场，清军都曾经取得胜利，守住战场，最后促成双方和议。到了甲午战争前夕，当时大清帝国的海军以船舰吨位及火炮实力被评为世界第7至8名，而当时日本的海军被评为世界第15到16名。所以假使1894年没有发生甲午战争，也许后人对于洋务运动、自强运动的评价可能就有所不同了，而历史可能也会改写。因为在1894年1月，孙中山先生还上李鸿章书，提出一些治国的建议。不过这一年甲午战争爆发，大清帝国战败，孙中山先生就改变心意，决定要驱逐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对大清帝国进行禁改革了。我在上一期的Tony开讲有分析自强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成败的一些因素。那有一位观众就留言说，
自强运动所以失败，就是因为慈禧太后造成的。那我是回答说，把改革成败由一个人负起责任，这个是最简单的民粹式言论。那他听得很不服气，还列举了一大堆慈禧太后的劣迹。那我就没有继续跟他辩下去了。其实体制的问题，就算是握有实权的皇帝，也是无能为力。例如北宋时代，宋神宗就非常支持王安石变法，皇帝拥有实权，又大力支持变法，但结果呢，变法还是失败。事实上，慈禧太后非常支持洋务运动的时候，当时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及老百姓是非常讨厌洋务运动的。例如，恭亲王奕欣就被取了一个绰号，叫做“鬼子六”，因为他是道光皇帝的第6个儿子，搞洋务运动，所以大家讨厌他，就私下称他为“鬼子六”。而洋务派的丁日昌则被称为“丁鬼奴”，他们被批评说，你们这些搞洋务运动的官员，都是西洋鬼子的奴才，这些洋鬼侵略中国，你们竟然还请鬼拿药单。当时还有一位洋务派的官员，因为退休告老还乡，那他就选择搭乘英国人经营的轮船。那因为长江要溯江而上，所以搭乘这种新式的蒸汽轮船，航行比较快，而且坐起来也比较舒适。那以当时的惯例，这位官员心想，等我回到家乡的时候，码头一定挤满了当地的士绅父老，然后迎接我退休告老还乡。结果他抵达家乡的码头的时候，果然码头是挤满了人。可是出乎他意料的是，大家竟然拒绝他下船，因为你搭乘的是洋鬼子的船，那我们拒绝你下船。为什么乡民会有这样的反应？就是因为当时的仇外情绪，认为你身为官员，竟然还去搭乘洋鬼子的轮船，那你还有没有羞耻心呢？是可忍，孰不可忍。所以你还会觉得自强运动的失败是慈禧太后一个人造成的吗？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，自改革其实是非常困难的，因为很多自己人就会反对自改革。我们可以把国家的改革比喻成是一栋危楼的整修。那这栋危楼如果不做一些结构的补强、整修的话，那么可能未来在下一次的地震，它可能就会垮掉了。所以一定要做修复补强，让房子变得更坚固。那这就是所谓的自改革。在现实社会，一栋危楼的整修当然没有那么大的困难，因为只要找到合格的土木技师或建筑结构分析专家，进行建筑物鉴定，哪些结构有问题，哪些梁柱受损，必须抽换，哪些墙面必须补强，然后列出施工顺序，一步一步的进行修复工程，那么就可以完成危楼的整修工程了。但是国家社会的改革就没有那么简单了。我们同样用危楼的整修来作为比喻，同样是建筑师、土木技师分析房子的结构，哪些地方必须做补强，哪些地方必须做改进。但是国家改革不同的是，这栋房子的每一个组成元素，钢筋、水泥、柱子、砖块，甚至一根根的铁钉，都会思考，都会对房子的整建有个人的意见。例如，一根柱子可能会不服气的说：“我已经支撑这个房子50年了，我是栋梁，那凭什么要换掉我？应该是换掉别人而已。所以如果要换掉我的话，那我就反对到底，跟你拼个你死我活，看是谁先倒。”所以有时候国家的改革就会面临这样的两难局面。如果我们闭起眼睛不去管它的话，那也许这栋危楼还可以支撑很多年，但是多少年我们不知道。但是如果我们立即去做危楼的处理，万一处理不当的话，那可能会更加速这栋房子的倒塌。大清帝国最后一次的自改革就面临这样的窘境，改革没有成功，反而加速革命的到来。那今天因为没有时间继续谈下去，我就下一次再接着这个话题继续开讲。那我今天的开讲就到这边结束，
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